这是楚汉之间爆发的第一场大规模会战。刘邦以项羽诛杀义帝为由，集结了5国诸侯，统兵56万，征伐项羽。那么，刘邦能赢得这场战役吗？项羽又会如何应对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3维地图讲解之彭城之战。公元前205年3月，刘邦以项羽诛杀义帝为口实，联合5个诸侯王，集结了56万大军，兵分3路征伐项羽。北路军从朝歌出发，由曹参、周勃、樊哙、灌婴以及赵军等部组成。南路军从宛城出发，由薛欧、王陵、王熙率领。中路军从洛阳出发，由刘邦亲自率领，张良为军师，陈平为参城，夏侯婴、卢绾、靳射、司马欣、董翳、司马昂、张耳、申阳、韩王信、魏王豹等诸侯联军组成，以周勃为前军，攻破曲於后，进抵外黄。此时，彭越也率领3万人马前来归附，刘邦便封赐他为魏国的相国，让他率军继续袭扰梁地，掩护汉军的后方防线。南路军进攻的防线比较薄弱，进展非常顺利，攻破杨甲后便成功的和中路军会师。北路军则都是刘邦的嫡系将领，战斗力非常强悍。他们从围巾渡过黄河后，就兵分2路向前推进。一路由樊哙率领，进攻主枣，击破了楚国的将领王武和程处，之后前往外黄与中路军会合，然后一起向萧县和砀县推进。北路军的另一路由曹参、灌婴、郦商率领，进攻定陶，定陶被攻破后，龙驹和项佗败走，他们一直追击到胡陵。之后3路大军都在此会师，一起向彭城发起攻击。彭城本来就无险可守，一旦外围防线被攻破后，就变成了一座孤城。而且精兵猛将都跟随项羽去了齐地，只剩下数千名老弱士卒驻防彭城。听说刘邦率领几十万大军来攻城，守城士兵便纷纷逃散而去。就这样，刘邦大军顺利地进驻彭城，占据了项羽的大本营。进城后，刘邦为了防范项羽回城救援，便做了兵力部署。他让吕雉的哥哥吕泽驻军下邑，让彭越继续驻防梁地，命令樊哙去北攻邹鲁、瑕丘和薛县等地，并在此驻防，以阻挡项羽的主力回防，掩护彭城的安全。兵力部署完之后，刘邦的老毛病又犯了，他住进了楚国的宫殿，大肆地收敛项羽的财物和美人。将士们也日日置酒高会，欢呼畅饮，庆祝这轻而易举的胜利。远在齐地的项羽，在得知彭城被攻破后，异常气愤，立即起兵反攻彭城。但他却将主力大军仍然留在齐地，继续镇压田横的反叛势力。他自己只率领3万精兵去征讨56万的伐楚联军。从齐地回彭城最近的道路是沿着沂水和沭水河谷，走启阳、兰陵、阜阳，最终到达彭城。刘邦早已在此囤积了重兵，就等着项羽前来钻进口袋，自取灭亡。可刘邦却失算了，项羽并没有走这条道，他是走瑕丘，途径胡陵，天黑时到达了萧县。拂晓时分，他便率领精兵突然杀出，由西向东攻击联军的侧翼。联军没有料到项羽能如此迅速的到达，被打得措手不及，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。早晨战役开始，到了中午时分，刘邦的主力大军就已经全线溃败了。当退到谷水和泗水之间的时候，因为有睢水的阻塞，10几万汉军四散奔逃，相互踩踏，最终全部被楚军逼进了睢水之中，全军覆没。刘邦则带领残兵败逃至灵璧东北的时候，被楚军团团围住。可突然之间，大风扬尘，沙石飞天，风沙朝着楚军的方向就吹了过去。趁此机会，刘邦立即带领着数十个骑兵冲了出去，一直向北逃去。因为丰邑一带已被楚军占领，他想回去寻找自己的家人。但老爹刘太公和老婆吕雉都已落入了项羽之手，只找到了儿子刘盈和女儿鲁元。之后，刘邦便带着数十个骑兵和一双儿女一路向西逃窜，楚军则在后面紧追不放。刘邦连续3次将一双儿女推下马车，但都被驾车的夏侯婴给抱了回来，急得刘邦差点就要拔剑杀了夏侯婴。就这样，
他们一路逃到了荥阳。至此，彭城之战结束。项羽只用了3万精兵，就打败了刘邦组建的56万联军。项羽重新收复了彭城，夺回了被诸侯侵占的土地，再一次恢复了他诸侯领袖的地位。之后，塞王司马欣和狄王董翳率部投降了项羽，魏王豹和陈馀则率部回到了自己的封国，之后也相继加入到了项羽的阵营。楚汉之间第一次的大决战就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。项羽也再一次缔造了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公元前205年4月，在彭城之战中，项羽只率领3万精兵，就将刘邦率领的56万联军打败。刘邦率部逃往荥阳。那么，刘邦是怎样逃回来的？荥阳能够守得住吗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3维地图讲解之荆索之战。彭城之战中，刘邦虽然大败，但项羽毕竟只有3万人马，他是从联军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袭击，使联军的阵脚大乱，各诸侯王也不恋战，各自逃命，导致整场战争失败。但刘邦的汉军只是都被冲散了，各自逃亡，实际的损失并不大，连利益基这样的老人也都活了下来，武将更是无一人伤亡。刘邦自己则只带了数十个骑兵向北逃去。逃亡途中，他一边收拢残兵，一边做着军事部署。首先，他让曾贺率领偏师在彭城一带与项羽的主力纠缠，为自己的撤退赢得时间。之后，他逃到了吕雉的哥哥吕泽所驻防的下邑，在这里，他让王陵驻守丰邑，吕泽驻守下邑，另一名将领驻守砀县，布置了第1道防线。稍作休整之后，他便撤退到了虞县。在这里，他又设置了第2道防线，他命令晋舍等人在雍丘一带驻防，阻击楚军的追兵。同时，他派遣随和去策反九江王英布。然后，刘邦就退往荥阳。再看随和，他带领了20个随从前往淮南，但等了3天后，才想办法见到了英布。英布曾是项羽帐下的第1悍将，早年因为触犯了刑法，被处以情刑，所以也称他为情部。同时，他也是衡山王吴瑞的女婿。英布跟随项羽时屡立战功，在巨鹿之战中，他身先士卒，打败了王离的长城兵团。项羽坑杀20万秦军降卒，也是英布实际执行的。项羽截杀义帝，也是英布去完成的。但被封王之后，就与项羽渐行渐远了。项羽在攻打齐国的时候，要求英布协助，英布却以生病为由，不但自己不亲自前往，而且只派了几千士兵跟随。刘邦在攻打彭城的时候，他又以重病推辞，拒不发兵。项羽气得牙根痒，但刘邦却看到了机会。随和见到英布后，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英布的问题，并详细地给他分析了天下局势，从客观角度将所有的好处都往刘邦这边说。最后，英布被说动了，决心叛楚降汉，率领军队攻打楚国。项羽听说英布反了，异常气愤，连忙派遣龙驹去攻打英布。虽然几个月后英布被龙驹打败了，但在此期间还是极大地降低了楚军的声望和实力，更为重要的是减轻了荥阳的压力，为刘邦提供了休整的时间。英布战败后逃到了荥阳来投靠刘邦，可英布的家人则全都被项羽给杀害了。从此，英布也只能彻底地和项羽决裂了。再看荥阳，荥阳是山地和平原的分界线，从荥阳往西是地势崎岖的崤函山区，往北是水流湍急的黄河，极利于凭险扼守。而且北边的鳌山上还有当年秦朝最大的粮仓敖仓。荥阳往东则是黄河冲击的平原地带，是骑兵交战的极佳之地。因此，刘邦选在这里来阻击项羽，在泾县和所城一带设置了守卫荥阳的最后1道防线。萧何也把关中没有载入兵役名册的老弱人丁全都送往荥阳，增加了一部分的兵力。被打散的队伍也在陆续的来到荥阳。回顾彭城之战，让刘邦印象深刻的是楚军骑兵的强大。于是汉军也组建了自己的郎中骑兵。这些骑兵主要是由被俘虏来的原秦国的九原军组成。军中的将士们先是公推李泌和骆甲来担任首领，
但他二人都出自于秦军，生怕自己不受信任，于是便请求让灌婴成为他们的统帅。于是刘邦便任命灌婴为中大夫，统领骑兵，李泌和骆甲分别为左右校尉。从此，这支骑兵在灌婴的率领下屡立战功，成为刘邦的一支骑兵。5月，项羽的楚军终于追到了荥阳，双方在荆索一带展开了激战，史称荆索之战。项羽的楚军无疑是最强大的精锐之师，但在将近1个月的时间里，不停的激战和长途奔袭也已到了强弩之末。再加上后续的步兵主力未能及时赶上，先到的骑兵就显得过于单薄。更没想到的是，汉军也已组建了自己的骑兵，而且汉军经过短暂的休整后，元气逐渐恢复，兵力也在陆续增加，此消彼长之下，最终楚军战败。这场战役在历史上并不突出，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战。此战的胜利为刘邦赢得了几个月的喘息时机，项羽也失去了彻底击败刘邦的绝佳机会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